纪晓岚出任了左都御史，全城上下欢呼雀跃，好像有了纪晓岚一人，这天下就太平无事了。黄爷爷的意思是，他们有结为朋党之势，要防患于未然呢。和珅为了对付纪晓岚，决定先铲除他的羽翼，而首要的目标就是曾经当街烧车的海生。于是他急忙找来海生的姐夫桂宁，让他回去告诉海生说，只要以后跟着我和珅混，保证你1年之内连升3级。而和珅说这番话的目的，其实是想让桂宁去挑拨妹妹跟海生闹，还暗示桂宁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。闹大了怎么闹啊？那就看你自个儿的了。心狠手辣的桂宁为了巴结和珅，当即去妹妹家挑拨离间，先是把和珅的话传递了出来，接着又挑拨他们的夫妻关系，让妹妹怀疑丈夫海生跟小月有染，成功的让妹妹去找海生算账。而桂宁则是趁机对这根绳子做起手脚，很快钮钴禄氏就找到海生，不仅要求丈夫断绝跟小月之间的来往，还逼着他去和珅家里赔礼道歉，这让海生勃然大怒，竟然主动搬来把凳子让妻子去闹。见海生如此的无情无义，钮钴禄氏决定使出女人的看家本领，一哭二闹三上吊。他本想吓唬一下海生，可没想到竟不小心踢翻了凳子，而且一直是活扣的绳子也突然变成了死扣。钮钴禄氏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登上了西天极乐世界，门外的街坊邻居也在看这对夫妻的笑话，只有一位老头在那急得直跺脚。还笑呢？快去救人呐！没事儿，上吊绳系火扣不是一回了。是。海生为了躲个清静，只好去酒楼喝上几杯。他本想等妻子闹完后再回家睡觉，可是不料邻居突然带来了一个噩耗，说他夫人就要不行了。很快桂宁就收到了这个消息，他急忙来到妹妹家里大吵大闹，质问海生是如何逼死他妹妹的。就在这时，步军衙门的官员也来到此地，表示死者是自缢而亡的，还让桂宁在验尸单上签字画押。可桂宁怎么可能轻易了结此事？他当即抬出自己的本家亲戚和珅，想以此吓退官员，可是没想到对方竟然不买账。这合中堂再大也管不着我们，掌管步军统领衙门的是当今的皇孙定郡王绵二爷，实弹在此，你不要拉倒。桂宁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只好来到和府求救。和珅让他继续告，而且要一口咬定死者不是自缢的。随后和珅又让女婿绵庆出马，以继承皇位为诱饵拉拢他的二哥绵恩，想让其掌管的步军统领衙门不要插手此事。而年轻的绵恩果然上当了，当即同意将此案转给刑部复检。丞相爷说了，他心里有数，又说他是朝中大臣，二哥是郡王，不便往来。刘兄弟，我居间传话就行了。将来，很快刑部的法医就开始尸检，几人在观察了死者脖子上的勒痕后，均认定他是上吊自杀的。然而桂宁却不认可法医的说法，不仅不在验尸单上画押，还不准他们将尸体埋了，这让刑部官员非常无奈。他们这里又不能存放，只能暂时寄存在附近的寺庙。随后桂宁又告到了督察院，纪晓岚担心别人说闲话，又找来一帮仵作集体验尸。经过一番详细的检验，大家还是一致觉得死者是自缢而亡的。纪晓岚于是便联合刑部的官员一一签字上奏。可和珅还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，不仅在悠闲的考鹌鹑，还指使桂宁去告御状，污蔑刑部为迎合纪晓岚而谎报案情。很快乾隆就接到了奏折，对于这种小案他自然是毫无兴趣，可桂宁状告纪晓岚跟刑部之间的关系却引起了乾隆的怀疑。还有个趋势更令朕担心呐，连刑部都迎合纪晓岚了。再加上和珅跟孙儿绵恩在一旁挑拨离间，难免让乾隆怀疑纪晓岚有结党营私的趋势。为了打压这股不正之风，乾隆于是指派与3院毫无瓜葛的曹文植去调查此案。与此同时，刘全在和珅的安排下找到假三彪子，让他去停尸房附近纵火，并命令打手人武趁乱给尸体做手脚，以制造他杀的假象。没多久，乾隆就接到曹文植的上奏，说死者是被人给吊死。黄爷爷深谋远虑，朋党阴谋终于显现。在两人的挑唆下，乾隆决定让纪晓岚带着督察院和刑部的官员去停尸房再次检验，看看他这次还有什么说辞。然而这次当他们检验时，却发现死者脖子上竟多出了几道手指印。纪晓岚立马向曹文植叙述当时的情景，可对方却被假象蒙蔽，只认定自己到来后的检验结果。众位验尸官都感觉是有蹊跷，纪晓岚也怀疑是和珅做的手脚，可他们又拿不出证据，只能听从和珅的命令。来人，速将海生逮捕归案，送交步军统领衙门。看着和珅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，纪晓岚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应对之法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官差告诉他说庙里昨晚失火了，这让纪晓岚好像明白了什么。那么他该如何自救呢？